在中国的内容平台有一种生意模式叫做种草，博主发图文或视频说这个产品好，我在用，真的推荐，粉丝相信他下单，博主拿佣金。这套模式本身没问题，问题在于很多博主的核心卖点不是内容，是信任。他们说的不是这是广告，说的是我自己买的，我觉得好才推给你们，我不会推烂东西。这种信任是他们最值钱的资产，也是粉丝愿意掏钱的原因。今年315前后，一个叫优思逸的保健品牌被曝光，包装英文打着澳大利亚进口旗号，主推鱼油、益生菌。实际上，国内代工，澳洲地址是花钱买的空壳，产品售价是同类国产品的数倍。品牌被立案调查，3大平台被约谈。但真正让人想聊的是这件事里的博主们。先说一个细节，事情曝光之后，有博主出来说，他2023年就收到过优思逸的合作邀约，拒掉了。理由是查了他的澳大利亚铺货渠道，发现只在华人区几家药房有售，觉得奇怪，于是拒了。没有专业团队，没有内部消息，就是查了一下渠道。被调不难，只是有人做了，有人没做。先说阿花花酱，他是微博时代的头部美妆博主，2010年就开始活跃，靠图文起家。他的人设用2个词概括，富婆加话痨。富婆这边，微博日常是全球旅行，晒奢侈品，晒豪宅，给粉丝营造一种上流社会的滤镜感。话痨这边，他又自称接地气、有梗、真实，会认真测评评价产品，分享家里阿姨做饭、小男友日常。这个反差是他最有效的武器，让粉丝觉得他有钱，但他懂我。他推的东西是真的用心选过的，不开直播，不拍视频，就靠图文撬动消费。然后优思逸出事儿了，这是他小红书上的内容，搜一下爱马仕，19篇笔记，香奈儿的包一堆一堆的晒。这是315之后他在微博发的赔付说明，仅粉丝可见，不是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看到，你得先关注他，才有资格知道他打算怎么处理你的损失。赔付的方案只退15%佣金，收割信任时毫不手软，承担责任时刚好算到对自己最合适的比例。水蛋蛋490万粉丝，微博时代的头部美妆 KOL， 他靠干货测评出圈，不怎么开团，风格真实，在一堆白富美博主里走的是技术流路线。但后来他也开始立人设了，人设是财富自由、佛系名媛，不差钱，但也很真实。2021年1月，他在微博写道，看了一下今年的收入状况，我理财的收入已经很多了，21年我将会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博主了。理财收入很多了，更加自由的博主。好，2025年315之后，他的赔付方案是只退自己收到的那部分佣金，大概是你消费金额的15%，你花了100块，他认的是15块，收益是按全额享受的，责任是按比例承担的。理财收入够多的时候，是更加自由的博主，出事之后就只认那15%。Plain Sonia 28万粉丝，他的人设是这4个人里设计感最强的。核心故事：小镇做题家，底层逆袭，出身普通，靠自己考出来，进了金融行业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他还开了付费社群，叫知识星球，粉丝花真实的钱加入，订阅他的推荐和人生经验。这种模式的核心是，粉丝不只是在买产品，是在买他这个人的判断力。然后，这个故事被他的高中同学集体打假了。同学们发声明说，他们就读的是大连一所普通公立高中，大家都是普通家庭，通过中考正常升学，不存在他描述里的各类二代。他说的金融背景有指出是借用了班里另一个同学的经历，那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逆袭的故事是编的。出事之后，第一版赔付方案写10篇精华内容作为补偿，用对他来说接近零成本的东西来覆盖你真实的金钱损失。被骂之后改了，要提交订单截图、暗号、时间、编号，1对1核实再处理。根据用户反馈，有人只拿回了大概15%，而且只退了1单。然后是知识星球，他把一部分付费用户直接移除了。知识星球的退费机制，用户最多只能拿回80%，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点移除，剩下那笔差额就由平台规则和用户一起承担了。他不是不处理，他是在精确计算赔到哪一步刚好够让事情过去，同时自己的损失最小。最后是代王，127万粉丝，他的人设
是这4个人里最硬的。高知学霸，麦吉尔大学计算机双学位，出身上海书香世家，初代代购，2008年入行，踩上代购风口，被同行和粉丝叫做代王，什么都能带，而且带得准。他不喊麦，不叫麦，慢节奏，像朋友聊天一样，靠精准选品建立铁粉圈子。还有一个背景加持，曾自称很小就被送去澳洲读书，澳洲留学经历，代购头部主播，主推澳洲保健品，这个链条非常完整。优思逸出事了。第一版方案只接受未拆封退款，保健品不拆你怎么吃？不吃你怎么知道有问题？这个条件精准筛掉的是已经真实受影响的大多数人。后来改了，90天内未开封可退，超过90天或已开封，需联系客服7到10个工作日处理。方案里还有一句，后台只能拉取3个月订单，更早的需要平台和品牌配合。退款从一个结果变成了一个申请，责任开始往别处分了。根据用户反馈，有些退款是投诉政府消费者热线之后才完成的。另外，这不是代王第一次出事儿。2022年，他卖的 MLB 羽绒服被大量消费者投诉是仿品，发货地是代工厂。他的解释是供应商出了问题，选品最准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把这4个人放在一起，阿花花酱信息管控赔付加密，水蛋蛋比例切割只认 15%， Plain Sonia 流程消耗精确计算，代王门槛过滤一再推诿。方法不完全一样，但有一件事是一样的，从第一版方案到最终结果，这中间的距离是用户的投诉量、舆论压力、政府介入一点一点推出来的。没有那些压力，第一版就是最终版。最后回到第2个拒掉优思逸的博主，2025年他也收到邀约，认为这个品牌大概率是中国人在海外注册，专门倒手卖给中国人的品牌，觉得奇怪，拒了。就这一个动作，把后来所有人说的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受害者全堵死了。因为这说明在2023年，普通的查一查就能查到，背调不是做不到，而那笔钱从你账户出去的那一刻，他们已经拿到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人类观察家。这个频道一直在做一件事儿，观察一些普通人在变成网红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，不是看他们多成功，是看他们在有影响力之后怎么做选择。这次优思逸的事儿，我觉得答案很清楚了。如果你也在观察这些事，欢迎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看哪些人哪些事。我们下期见。